众所周知，人类生存的地球表面有70%是海洋，陆地面积只占了30%，而且在这30%当中，还有着大量难以供人类开发利用的沙漠等恶劣地形。目前，全世界的沙漠面积达到了惊人的3000万平方千米，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约20%。而且随着人类活动影响，沙漠面积还在逐年扩大中。比如，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，其面积几乎能够与中国的陆地面积齐肩。研究表明，撒哈拉沙漠正在以每年10公里的速度向人类社会推进，100年的时间已经扩张了10%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加剧，撒哈拉沙漠的扩张速度只会越来越快。那么，如果把地球上所有的沙漠都变成森林，地球会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毛乌素沙漠是中国4大沙地之一，横跨内蒙古鄂尔多斯、陕西榆林、宁夏盐池，面积超过4.2万平方公里。这里本是广袤原野，唐代以后受连年冰险、滥垦滥牧影响，加之气候变迁，逐渐沦为沙海。千百年来，黄沙滚滚，逼得周边城市连连后退，村庄支离破碎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原本在塞北的流沙，到1949年已越过长城50多公里，并以每年100米左右的速度向南扩张。当时专家预测，不出20年，4万多平方公里的榆林将被黄沙彻底吞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几代人接续与风沙鏖战。20世纪50、60年代，主要是在点上探索，数十万人挺进沙漠，摸索出引水拉沙、沙障固沙等技术。70年代转入线上中式，通过造林大会战构筑防风固沙林带。80年代以后，重在面上推广，一系列法规政策相继落地，国家重点生态工程接连启动，飞波治沙和张子松造林等技术快速推广，大面积荒沙披上绿装。据国家林草局最新统计数字显示，毛乌素沙区治理率超过80%，林木覆盖率达30%，流沙基本拴牢，森林小气候效应初步显现。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经达到了93.24%，陕西绿色版图已向北推进超过400公里，也就是说，毛乌素沙漠已经彻底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。专家的结论是，毛乌素已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。除此之外，1.86万平方公里的库布齐沙漠也已经被中国绿化完了一半。联合国秘书长还曾公开在联合国大会上表扬了中国的沙漠治理手段，并表示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沙漠治理的模式。如果世界各国都像中国一样大力开展沙漠化治理，相信不仅全球的森林面积会大大增加，地球的温室效应也会得到控制。但如果真的把全世界上的沙漠全都变成了森林，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？对此，科学家表示，这一猜想若实现了，代价将是人类难以承受的。小编先来说一说沙漠形成的类型，一般可以分为2类，一种是天然形成的沙漠，另一种就是人为活动形成的沙漠。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沙漠都是由于气候原因造成的天然沙漠。一般来说，位于大陆内部而且高山环绕的地区，就会因为降水量稀少而形成自然沙漠。比如说，中国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自然沙漠，形成的时间至少有数百万年的历史。而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也是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。这些自然沙漠多分布在亚洲中部、非洲北部和北美洲西部，它们的形成都与气候有关。我们就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从远处输水灌溉种植树木，也很难让这些自然沙漠变成森林。不过，人类活动造成的荒漠化，也是现在沙漠会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。比如说，草原上过度放牧、过度开垦田地、过度砍伐森林，这些都会造成水土流失，最终使土地沙漠化、荒漠化。而小编前面提到的毛乌素沙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
分析了这两种沙漠的成因和机理，我们就能明白究竟什么样的沙漠我们应该治理，而什么样的沙漠更应该顺其自然，以及这些自然沙漠对地球环境的贡献。有一个事实是，自然沙漠虽然干旱荒凉，但也是生态圈的一部分。世界上生态圈最丰富的地区是热带雨林，而最贫瘠的就是沙漠，但也同样属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环。这里独特的气候催生出了特别的沙漠动物，比如说仙人掌、胡杨、骆驼、沙蜥等等生物。对于这些生物来说，沙漠反而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把它们放到自然环境更好的地方，照样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死去。所以说，沙漠也是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的保证之一。不仅如此，沙漠还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促进了其他生态圈的繁荣。有资料表明，亚马逊地区每年有56%的矿物质来自于撒哈拉沙漠，这些尘土会随着大气气流从北非到达南美地区，成为了热带雨林的天然肥料。同样，海洋中的浮游生物也得益于沙漠中的矿物质。可见，地球上的沙漠如果全部消失，并不是什么好事。我们知道，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换成有机物固定下来，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氧气。据粗略的估算，一亩森林每年可以吸收粉尘20到60吨，一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67公斤，可以释放49公斤左右的氧气。如今，沙漠的面积大概在3140万平方公里左右，把它们变成森林的话，每年固定的二氧化碳大概可以达到上亿吨之多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事，为什么科学家却说人类承受不起呢？这里涉及到了一个环保的重要概念——碳中和。我们知道，动物的呼吸会消耗氧气并呼出二氧化碳。在理想的状态下，生物的有氧呼吸和植物的光合作用应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。如果说二氧化碳的释放量远远超出植物光合作用的固定量，那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越来越多，温室效应变强，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。同时，氧含量也会相应减少，导致大量生物灭绝。如今，因为人类使用了大量化石能源，结果让原本已经固定在地层中碳重新回到了大气之中，才导致现在的温室效应开始加剧，世界各国才有了碳中和的提议。如果反过来，植物的光合作用远远超过有氧呼吸，也会让地球的环境彻底改变。因为植物让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持续减少，相应的温室效应减弱，导致全球变冷，进入大冰期，就连赤道上都可能结一层厚厚的冰。到时候，农业将不复存在，人类可能会侥幸生存，世界人口可能不到1亿。但这还不算最可怕的，因为光合作用还产生了多余的氧气，这会让人类氧气中毒。如果程度轻微，可能只是醉氧嗜睡，情况严重会让人的视网膜开始病变，导致视野缺失，严重影响生活。当然，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以100万年为单位的时间中缓慢变化的，我们人类当然可以靠演化适应环境。但是如果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，可能只需要短短数百年的时间，全球就会发生巨变，我们将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应环境变化。在历史上，地球确实有过植被非常茂密的时刻，也就是2.86亿万至3.6亿万年前的石炭纪。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生态圈是什么样子的。在石炭纪，大陆上99%的陆地几乎都被针叶林覆盖，当时的地球可是植物的天下。如今我们使用的煤炭资源，绝大多数都是石炭纪的植物在地层中沉积形成的。这时大陆上森林遍布，海洋中也多为藻类，所以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最高达到了45%，差不多是如今氧气含量的2倍。富氧环境让当时的昆虫体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，比如说个头相当于人头大小的蜘蛛，以及翼展达到1米的巨型蜻蜓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树木和植被太多，再加上过高的氧气含量，让普通的闪电都可以制造出森林大火。灾难终于在大约3.06亿年前爆发，一场超级火灾席卷了当时至少50%的陆地。如果没有山脉和河流的阻挡，这场大火足以烧遍全球。
而燃烧释放的有毒性气体则让当时绝大多数物种灭绝，巨型昆虫的时代被彻底终结。直到5万年之后，地球的生态才开始慢慢恢复，爬行类动物才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并造就了后来的恐龙时代。石炭纪的历史大概就是物极必反的最好例证，任何东西都要讲究适度，如果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必然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